经过治疗，你的精神创伤应激障碍症已经大有好转，现在你可以出院跟家人团聚了。恭喜你啊！感谢医生。一贤，这个呢是跟随了你很多年的武器，到家之后一定要好好藏好。你的精神疾病依然没有完全痊愈，如果遭受一些刺激，依然有可能复发呀。你想想，你一旦出手，必定血流成河。你要切记我说的那一点，杀人犯法呀。为了丫丫，我一定不会动手的。爸爸，丫丫，爸爸，丫丫好想你，妈妈已经不在了，你以后不要再离开丫丫了，好吗？好，爸爸一定会永远陪着你，绝不分开。好，那爸爸，咱们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好好上课，放学后爸爸来接你。我知道了，爸爸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快去吧，快迟到了。你们家教是这么办事的？我花这么多钱让我孩子来学校干什么的？夫人啊，您别生气，等他老子来了，我看这个小崽子还敢嘴硬。对，夫人，您放心，贵公子在我们学校受了委屈，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他讨回来。你们学校也真是的，收这么个阿杂小偷进来。我不是小偷，我没偷东西。林丫丫，不是你是谁？你还敢撒谎？班里就你最穷，不是你偷是谁？我今天就来抓你！对，没事。没事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打我女儿？来的正好，你的小畜生偷了我儿子5毛钱的零花钱，赶紧让他交出来，然后再给我儿子跪下道歉。偷东西不可能，我女儿绝对不会偷别人的东西的。丫丫，你拿了她的钱吗？爸爸，丫丫没有。我女儿不会撒谎，她说没有就一定没有。还敢包庇，果然是一家子贱种！不许说我女儿是贱种！老娘就叫了，怎么着？贱种，贱种，贱种，你们一对贱种！够了，给我住嘴！既然你不会教孩子，那我就替你教。你有精神疾病，你别惹我！我有精神疾病，你别惹我！哼，你有精神疾病，我还有狂躁症呢！废物！不能动手，不能伤人，不能动手，不能伤人。我错了，我对不起，我道歉。原来是个窝囊废啊！妈妈，他一定是把钱藏书包里了。把他书包给我拿过来！我没有偷东西，我没有偷东西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这对废物妇女不是不认罪吗？没关系，老娘现在就把罪证给你找出来！臭死了！下等人的穷酸气！哎呀，你不要踩我说，不要踩我说！臭小偷，滚开！快滚开！居然还想掩盖偷东西的罪证，信不信我踩烂你的手？动我女儿，该死！杀了她，杀了她！啊！你找死！不要打！杀丫丫的人都该死！爸爸，
你才从精神病院里出来，我不想让你再回去。你答应过我，要永远陪着丫丫。一些，你的精神疾病还没有痊愈，一旦经历刺激，还有可能复发。所以说，遇事一定要冷静。一些，你想想你的女儿。丫丫已经没有了妈妈，我不能再让丫丫见不到爸爸。不要打！你敢动老娘，都拉着干什么？给我上来！信不信我让我老公取消对你们学校的投资？爸爸，敢动老娘，你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快点放开我爸爸！书包，你说过了，根本没有你儿子的东西，我女儿是冤枉的。狗屁冤枉！谁说只有书包可以藏东西的？说不定早就被他藏到其他地方去了。说不定这个小贱种把钱藏在身上了。儿子，上，把他狗皮给我扒了！放开！丫丫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动我女儿，你这么想死吗？我他妈成全你！就这么想死吗？我他妈成全你！爸爸，你不要冲动，丫丫没事的，我没有偷她的东西。丫丫不怕脱衣服。爸的病才刚好，也不能让他又重新犯病，回去精神病院。爸爸，冷静下。丫丫，爸爸不承认，我不动手，好不好？丫丫，你这……爸爸，你没事的！撂着干嘛？给我抓住了！起来！过来！爸爸，你没事吧？阿姨，求求你放过我爸爸吧！一对还在我面前演起来父女情深了，想让我放过他？好啊，只要你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，就是你偷了我儿子的钱。妈，你看，这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啊！呵呵，看看，看看，还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一看就是一窝贱种。阿姨，这是我妈妈唯一留下的照片，还给我。好啊，我现在就还给你。不要！不要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偷我儿子东西的下场。完了，丫丫，妈妈最后的照片也没了。丫丫，丫丫。丫丫！丫丫！你别吓爸爸！不要！怎么着？还想救这个小贱种？没门儿！我女儿有哮喘，再不给她吃药，她就没命了！我求求你们，她真的没有偷你们的5毛钱！只要你跪下，给我儿子磕头道歉，承认你们一家都是做贼的贱种。要我给你儿子跪下？怎么着？不想跪呀？啊？那你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！好，不跪。还有呢？我承认，我们一家人都是做贼的贼种。你们都听到了，这可是他自己承认的。现在可以把药给我了吧？我女儿可不行了。好，我这就给你。
哎呀，怎么能好啊？我这也没看到，在我脚底下啦。我说过，你会后悔的。愣着干嘛？给我按住！王八蛋，你敢打我？你已经道歉了，你已经下过跪了。我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在乎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动她？我你就去死吧！一而再再而三的忍你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你就去死吧！姐夫，别冲动，想想丫丫，你忍心再把丫丫抛下吗？若曦是你的，姐夫，为了丫丫，千万不能再冲动。丫丫，丫的药被这个贱人给踩碎了，他马上就被他害死了。我还有药，姐夫你别着急，丫丫还有救。爸爸，我想。哎呀，丫丫，对不起，爸爸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丫丫，不怪爸爸，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。妈的，能坏我的好事儿！你别太过分了！你敢打我，臭婊子！谁说你就这个小杂种的？你说谁是小贱种？再说一遍！你们这一群贱种，在我面前装什么装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捏死你们这些下等的臭虫？是真的不想活了。有种你弄死我！磨磨唧唧的，你不仅是个贱种，他妈还是个怂种！来，拿上你的破垃圾，有种动手啊！他欺负丫丫，还敢打若曦，宰了他，宰了他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那我就成全你。站起！老婆，没事吧？老公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徐老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马总，都是这个小贱种，是他偷了贵公子的东西，他还不承认，还找这个贱种父亲来欺负夫人。老公，你看，我都被他们弄伤了，你快来，弄死他们，弄死他们！贱招，敢欺负我老婆跟孩子，你活腻了！不管你是谁，都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当众施暴。我是谁？老子是新茂重工的总经理，在整个江城，黑白两道谁敢不给我面子啊？别说打你们三个，就算是把你们三个人弄死陈江，谁又敢说什么？兴茂重工的总经理很了不起吗？不过是顾氏集团一个小小的子公司，你们可知道今天得罪的又是谁？这婊子，轮得到你说话啊？小嘴这么能叭叭，你想死是吧？我成全你！一些不能杀人，你忘了姐姐临终前对你说过的话了吗？一些，我唯一放心不下的，除了丫丫，就是你的病。遇事千万不要冲动，多想想丫丫。你带着你老婆和儿子赶紧滚！贱种，以下犯上是吗？不知干什么？上！谁呀？贱货，你也跑不了！穿成这个骚样，天天姐夫姐夫的，你半边屁股都是你姐夫的了吧？闭嘴！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家人！你个小贱种，还敢顶嘴！到现在了还不老实？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压住！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
我不仅敢，我还要让所有人都看着你是怎么被我老公的。住手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不管你是谁，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，得罪我们的下场，你还有你姐就准备付出代价。什么？我多希望你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，不用担心发病。可是，我更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，也保护好丫丫和若曦。一些，你能答应我吗？欺负我的家人，必须死！老公，敢打我老公的死贱种！今天我要让你们家全部都死绝！让我全家都死绝！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死贱种！我老公可是星茂重工的总经理，是首富顾家的人。你要动我们，顾家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到时候你跟你女儿都得死！不管你们到底是谁，欺负我女儿，必须得给她道歉。曹梦，老公，我的牙！老公，再不道歉，我摘你嘴里的其他牙，说一颗都掰下来。血！你去向他道歉。妈蛋！你别太过分！没有他，现在早已经死了。有报警说学校内有人斗殴，怎么回事？督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。这个贱种，他殴打我和我老公，你看看，他把我们打的。我要求他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1个亿，让他把牢底坐到死。若曦，带丫丫先回去。姐夫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没事，清者自清。等我问完话就回去。爸爸，我不想走。丫丫乖，陪姨妈先回去，好不好？那一定要早点回来哦。说说吧，你们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督察同志，这个人是个杀人犯，他不仅持械殴打我和我老公，甚至还扬言要杀了我们。像他这种杀人犯，我们一定不能放过他。杀人犯？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，这个群凶极恶特徒，还要把我跟我老婆的头挂在学校门口。你们看看，我还有我老婆身上的伤，都是他打的。没错，督察同志，你们一定不能放过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，一定要枪毙这个杂种。这位先生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是打了他们，但是他们冤枉我女儿偷了他儿子的钱在先，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对我的女儿和家人进行打骂，甚至还踩碎了我女儿的癫痫药，导致我女儿差点因此而丧生，所以他们才是杀人犯。如果情况确实的话，那你们的行为确实算得上是杀人未遂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儿子的东西就是你那个贱种女儿拿的。督察同志，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不仅对我女儿的书包强行搜查，还逼我女儿强行脱衣服进行作证，这种行为对我女儿造成了极大精神伤害。现在我要求你们对我女儿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万。你他妈做梦！全家一窝做贼的贱种，还敢讹老娘！你他妈找死！哎，这不是马小亮掉的钱吗？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！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！钱就在你自己身上，你还冤枉我女儿，见了这贼还作废！督察同志，他当着你的面都敢撒谎，他刚才的话你们还敢相信吗？胡女士，请你解释一下吧。我解释什么？这小孩子乱放东西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是成年人了，跟小孩子计较什么？他不仅动手打了我，还打了我老婆，而他动手的整个过程，
这个老师都可以作证。对，李丫丫的家长啊，确实动手打人了，而且还要置人于死地。教导主任、任课老师都是我的人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怎么样，督察同志？这种恶徒怎么能让他逍遥法外？赶紧抓起来！没错，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。督察同志，按照律法第21条，我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。学校里应该有监控，只要把监控调出来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教学楼门前的监控今天刚换掉了。死贱人，现在人证俱在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？督察同志，我想没必要再审问了吧？林先生，我最后再给你确认一次，你是否承认对马先生夫妇动手，并且还企图谋杀他们？我确认。看到了吧？还不赶紧给他抓起来！我说我迟早要弄死你们这些贱种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林先生，既然您承认之前殴打并且企图谋杀马先生和他的夫人，那现在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督察同志，这属于正当防卫。对不起，在目前监控换掉的情况下，所有证人都证明是你殴打别人，我们暂时只能采信这种可能。我小姨子和女儿都是受害者，他们可以证明我不是单方面动手的。不好意思，您的小姨子和女儿作为当事人的证言无法被采用。老废物，跟我斗，等死吧你！林先生，请吧。督察同志，等一下，我这有个证明可以证明我无罪。我呸！这张白纸要是有用的话，我把这张纸吞了。哎，你把铐子收起来干什么？督察同志，他自己都承认打人了，为什么不抓他？不好意思，就算他打人，我们也没办法抓他。他妈什么意思？这家伙殴打我们夫妻俩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们还不抓他？你们督察队都是吃干饭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跟你们队长很熟得很，昨天我们还一起吃饭。要是你们两个不作为，这小心我开了你。马总，这不是作不作为的问题，眼下这事儿就算闹到国主府，我们也没办法抓人啊！你们两个少在这跟老子打马虎呀！我新茂重工每年给江城贡献几百个亿的税收，就算是城主我都见过。而你们两个小小的督察，也敢在这儿跟我糊弄？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收了他的钱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是真敢这么做，我让你们两个人吃不了兜着走。马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你自己看这上面写的什么？你他妈是精神病啊！不错，林先生患有极其严重的创伤应激障碍，他发病时会有暴力倾向，在法律上我们是没办法逮捕林先生。可能这是假的，这肯定是他伪造的。打了人就说自己是精神病，那老娘也去开一张精神证明，打出全家。洪女士，我希望你不要胡搅蛮缠。我刚才调查过江城精神病院的记录了，林先生确实在那接受过3年的治疗，他今天刚刚出院。你说你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，这能怪谁啊？本来我已经基本痊愈可以出院，但是拜你们俩夫妻刺激，几乎重新发病。你们现在能站在这里，应该感到庆幸，因为就算我杀了你们，也不犯法。两位督察，我还要回家给女儿做饭，现在可以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但是以后注意你自己的情绪。我会的。我让开！贱种，我一定饶不了你！那这次会议就先这样，你把报表做一下，发给我。喂，姐夫。你和丫丫到家了吗？我现在就去买菜。我公司有点事，我就带丫丫先回公司了。那我现在就。姐夫，姐夫，喂，你怎么了？顾总，您不吃饭吗？我姐夫那边可能出了点事儿，我先过去。小陈，你带丫丫吃完饭马上跟我去。
要不我叫保卫处派2个人跟你一起过去。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一步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才离开几分钟啊，就不认识？老娘说话算话，说饶不了你，就一定饶不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敢当街行凶，就不怕督察把你们抓走？怕！老子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儿。敢对我们夫妻2个人动手，那就认不出代价。所以你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当然是要你死了。放心吧，等我把你送下去，我会亲自找到你的女儿，送她下去见。小子，要怪就怪你自己眼瞎，惹到了星茂重工的马总。那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全国第1的顾氏集团知不知道？马总可是刚刚被顾氏提拔成总经理，在顾氏如日中天。现在马总在江城就是王，敢得罪马总，你小子算是废了。行了，低调。小子，咱们再厉害能厉害得过顾氏？我们吃的不过就是顾氏手指缝里掉出来的渣吧。哎呦喂，马总您就别谦虚了，有顾氏集团在您背后，这整个江城的地面谁敢给您作对呀？谁敢？这个不长眼的不就是吗？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废了他！您就瞧好吧，敢跟我作对，就是跟顾氏集团作对，简直不知死活。就是。我操！告诉我你吧！操！忘了告诉你们，我在进精神病院之前是世界排名第1的雇佣兵，杀人从不眨眼。怎么可能？你要真这么能打，那在学校怎么会被我们揍成那样？那是因为我爱我的女儿，爱我的家人。我不想因为踩死你们2只蟑螂而重新发配回精神病院，所以才忍了你们那么久。现在这里没有监控，我可以专心的弄死你们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打我跟我老婆，顾氏集团不会放过你的。没错。哦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放过我。我告诉你，老子的新茂重工那可是顾氏集团最重要的子公司。你要是敢打我跟我老婆，到时顾总不但不会放过你，哦对，还有你那个女儿和小姨子也不会好过。对，顾氏集团的势力横压大夏，弄死你们就像碾死一只蚂蚁这么简单。听你们的口气，对顾氏集团是相当的熟。那你能告诉我他们的董事长是谁吗？当然，他们的董事长就是顾氏家族的2小姐顾若曦。自从她的天才姐姐去世之后，顾若曦就掌握了整个顾氏，现在更是大夏的第1女总裁。小子，害怕了？那弄死我全家的是这个顾若曦吗？顾若曦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认识顾总？你在装逼！小子，少拿一个微信聊天框来吓唬我！我都没有见过顾总真人，每次使唤我的都是顾总的助理陈秘书，而你一个垃圾也配认识顾总？我靠，这小子还一脸有恃无恐的样子，该不会真认识顾总吧？对呀，他要是真跟顾总有什么关系，那够咱哥几个喝一壶的了。马总，你确定这就是个无权无势的小角色？妈，我当然确定了，他不过就是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废，怎么可能会认识顾总？可这手机上，你们长点脑子行不行？这个微信上的备注不是随便改的吗？他现在改个顾总，你们都吓成这样，但他要改个国主，你们岂不是要当场尿裤子？原来如此！妈的，还敢冒充顾总的人，真是活腻歪！
狗东西，今天你打我们夫妻俩不说，就冲着你现在冒充是顾总的人，要是我告诉了陈秘书，你小命难保。你这么确定顾氏集团会找我麻烦吗？当然，你打着顾氏的名头在这招摇撞骗，顾总不弄死你，那就有鬼了。其实想让我们不告诉顾氏集团也很简单，只要你现在跪下，乖乖的给我磕10个响头。哦，对了，再把我的鞋舔干净。备注可以更改。那这张照片呢？真的是顾董？你怎么会有跟顾董的合照？那是因为顾氏的创始人顾若尘就是我的亡妻。哇，真有合照啊！你看这女的一身贵气，肯定是顾董啊！我去，顾董的姐夫，咱这次算是惹上大人物了。马总啊，你这次真把我害惨了！要是让顾总知道我跟你一块来堵他姐夫，我不是死定了？对呀，我家的房子是顾氏的楼盘，我儿子读的也是顾氏的学校，我老婆还在顾氏下属企业打工。现在得罪了顾总的姐夫，还能有活路吗？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谁见过去世的顾总真人？谁又能确定这张照片就是真的？说不定是他随便找个托在引楼拍。对呀，这肯定是假的。他要是真的跟顾氏有关系，怎么可能会白白挨打？而且，如果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个女人真的是顾氏董事长，她又怎么可能会出门不带保镖呢？对，他们就是骗子，冒充顾总和他姐夫在这招摇撞骗。这小王八蛋还真嫌自己命不够长的。小子，我劝你老老实实的跪下，给马总舔鞋底，然后再让我们打一顿，给马总出出气。不然的话，这件事儿闹到顾氏集团，你全家都完了。听到了吗？死贱种，赶紧给我们跪下来道歉，说不定我们还能让顾总找你。你有什么权利敢代表我发话？你有什么权利敢代表我发话？哇，这不就是那个限量版的兰博基尼吗？听说全国只有3辆啊！对对对，我记得其中一辆就是顾氏的。难道说这女的真是顾总？可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一直没有去公司，所以出来先找你了。没想到这2个货还敢找你麻烦。你要是晚点出现，可能就死。这群废物还不配姐夫你动手，咱们走吧。你他妈急什么啊？一辆破车而已，就把你吓成这样？不是啊，问题是这车的顾氏集团就1辆，这是顾氏集团董事长的车。怂货，老娘怎么就杀了你这么个胆小鬼？你不来是吧？老娘自己来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老婆，操你妈！你臭婊子！啊！这个杂种，非要弄死你才甘心吗？建哥，别冲动，会出人命的。这个女人别再动你，我必须宰了她！姐夫，小小丫丫，你们才团聚1天，你忍心让她一个人在孤零零的生活吗？哎，老婆，没事吧？怎么跑着干什么？不要那么跑了！不是他肯定不是顾总，你去把他们揭穿，到时候顾氏集团肯定会大力栽培你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凭什么确定他不是顾总？你个蠢货！那顾总是什么身份？人家千金之躯，出门肯定都是前呼后拥的，怎么可能一个人开车出门？他就是个搞诈骗的托，那车绝对是假的。老婆聪明，我就说嘛，这顾氏集团为了董事长的安全考虑，保安部也不可能让顾氏集团董事长一个人出来啊！哼，整了半天，你鸡巴是个假啊！靠，原来是个冒牌货！马总，你就瞧着吧，哥几个今儿就给你办了这俩狗日的！刘七哥，愣干什么？他给我抓起，只要抓到这个冒牌货，咱们就去跟顾总交工。哈哈哈哈！可惜，你别离开，放心，这帮大孙奈何不了我。发财！走，快！
臭婊子，怎么了？心疼你这个野男人是吧？好啊，那我就多找几个人来惩罚你。你们几个把他给我干了！我信。跟着嫂子出来还有这福利呢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们敢？做什么真点练习？还想报复是吧？门都没有！你们给畜生，给我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陈秘书，看好。哟，陈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您来这儿是有何贵干呀？马晨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事儿，教训2个不开眼的骗子。骗子是啊，陈秘书，这2个骗子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冒充顾总和他姐夫，我和我老公啊，当场就把他们收拾了。冒充顾总，大的胆子。对，就是大的胆子。他们上午还在学校欺负我儿子呢。那个男的仗着自己刚从精神病院出来，对我们夫妇那是大打出手啊！现在居然还伙同那个女的冒充顾总和他姐夫。精神病院？陈秘书，您是有所不知，那男的他仗着自己有精神病院开具的证明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什么都不怕。不但袒护他那个作死的女，而且还说自己有什么发病的时候就有暴力倾向，什么都不怕，连督察都不敢管，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啊！等等，你是说他有个女儿，自己刚从精神病院出？可不是嘛！这种无法无天的狗东西，真以为谁都拿他们没办法了？你放心，陈秘书，等我把这2个不开眼的贱货收拾，我就把他们送到总督府，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的。哎，对了，陈秘书，您今天是来这儿有何贵干？顾总说他姐夫在这附近碰到点麻烦，先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这是来接他们的。哎呦，顾总也在江城啊！哎呀，那可真是太巧了。那这样，我们把这2个不开眼的贱货收拾完，送到顾总面前，让顾总亲自审判。你看，顾总没有细说，我先打个电话问问。好。这手机为什么会在地上？它的主人在哪？这就是那2个不开眼的贱货的手机啊！哎呦，我知道了，陈秘书，这个贱种是不是也得罪过您啊？我就知道，像他这种烂货，走在街上就是人人喊打。这样，他来的时候啊，还开了一辆假豪车，您把他开走，就当做是补偿了啊。车啊，车在哪儿？那就是这辆，听说仿的还是什么限量款，这虽然是假的，那也值个大几十万吧？那我还真是谢谢你。哎呦，陈秘书，瞧您说的，您啊，只要多关照关照我们家老马，多给星茂中补点订单就行了啊。对，陈秘书，多多关照。哎，关照你个头！你们口中那个冒充顾总的人到底在哪儿？陈秘书，您看，就是这个神经病和这个一身骚气的贱货冒充顾总和他的姐夫，我现在就让他们给你跪下道歉！给我闭嘴！嚯，陈秘书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呀？看来这2个人没少得罪他呀。刚刚动作慢了，要早点给这个娘们办好。姑妈，陈秘书还能开心点。陈秘书的火是对马总跟嫂子发的。他们身上的伤都是你们打的。那当然了，他们居然敢冒充顾氏集团的人，那不得给他们好好教训教训。陈秘书，您不用道谢，这些呀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。臭婊子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顾氏集团的总经理助理陈秘书，你居然敢在太岁面前动土，敢在他面前冒充顾总，真是找死！老娘现在就给你点教训！有眼无珠的蠢货，给我滚开！陈秘书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顾总，我来迟了。顾总，怎么可能？陈秘书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2个贱种怎么可能会是顾总和他姐夫呢？
对呀，陈秘书，她一个出门连保镖都不带的人，怎么能是大夏的第一女总裁呢？死到临头还不自知的蠢货，我难道还会不认得自己的董事长？还有，我骗你们两个蠢猪有什么意义？顾总，您看这两个人渣该怎么处置？姐夫，你怎么样？还好，没有太大问题。你们两个混账，真是不知死活！上午我和姐夫懒得跟你们计较，想放你们一马，没想到你们还上赶着找死。我所以你真的是顾总？这个男人真的是你姐夫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蠢猪！这个兰博基尼是限量款，整个江城只此一辆。你们看到这辆车就应该知道我就是顾若曦。相反，你们还对我姐夫拳脚相加，甚至还想强暴我。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顾总，我错了，我那是马总，我听信了马总的话，我才来到这儿的。我是真不知道是您还有贵姐夫呀。我有眼无珠，我就是做社故事。顾总，你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！顾总饶命，顾总饶命啊！姐夫，这几个家伙你想怎么处理？他们助纣为虐，为非作歹，直接交给督察，让他们牢底过关。小陈，听到我姐夫说的了，明白。顾总，饶了我们吧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顾总！顾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去饶了我吧。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您的身份，就是给我100个狗蛋，我也不敢对你那个小小姐动手啊！怎么，现在还是我们不对的？不敢，我只是想要跟你请求一个机会，毕竟我们新茂中国可是顾氏集团最忠诚的合作伙伴呀！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一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好啊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问问我姐夫，看他愿不愿意饶了你们。大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吧，我们两个就是两个没长眼睛的土东西，您放过我吧，高抬贵手。只要您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一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重新做人，我配。配！我们两个知道错了，我从今往后，我们两个一定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。对，你们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不然不会等到若曦亮明身份，你们才知道悔改。假如今日我不是若曦的姐夫，丫丫不是若曦的外甥女，你们还会这样做吗？仗势欺人，无法无天，自以为有小小的前世就可以随意欺负老百姓，你们这种杂碎没有资格获得我的原谅。若曦，他们最大的依仗就是新茂重工和他们那2个破钱，我们全面封杀这家公司，让他们这样的丑陋资本家在整个大夏都无立之地。姐夫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走吧。不要！顾总！不要！